在浩瀚无垠的银河系中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至少有2000亿颗，其中约有一半拥有自己的行星系统。它们如同我们熟知的地球和火星一样，不断地围绕着自己的太阳旋转。在如此众多相似的天体系统中，你很难相信只有地球上存在着生命。而人类目前最快的帕克飞行器仅能达到每秒95公里的速度，连光速的1/1000都达不到。即使派它前往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比邻星，也需要6000多年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完全遵循着牛顿的经典物理学，那恐怕到地球毁灭的那一天，人类都还在太阳系里徘徊。可如果我们能借助时空弯曲，便能像电影《星际穿越》里一样，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太空旅行。在100多年前，科学家们一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2个完全独立的概念，但自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，人们才渐渐发现，时间和空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，也就是所谓的时空。时空可以弯曲移动，甚至可以折叠，其扭曲产生的涟漪被我们称之为引力波。我们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块柔性织物，它将所有的物体都嵌在里面，包括太阳、地球以及在看视频的你。而物体越大越重，时空的弯曲就越大，引力也就越强。这就好比人站在蹦蹦床上，人越重，网就塌陷得越厉害。而虫洞就如同时空中的一条隧道，想象一下，我们就像居住在苹果表面的蚂蚁，苹果的表面代表了我们看到的整个宇宙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需要沿着苹果的表皮前往其他星系，但如果我们能利用苹果内部的虫洞，便能快速地到达目的地。我们甚至能像电影中一样，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将时空折叠起来，然后从中间打一个洞，通过虫洞将2个不同维度的时空连接起来，实现瞬间移动和时空穿越。但目前虫洞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，其是否存在还有待验证。按照爱因斯坦的方程式，如果虫洞是自然形成的，那可能只有亚原子那么大，并且存在的时间极其短，几分之一秒内便会关闭，因此宇宙飞船根本无法通过。然而在电影中，虫洞是未来人类的4维高等文明制造好并放置在木星附近的。虽然这只是一种猜想，但仍存在着可能性。在星际穿越中还出现了天上一天地下一年的神奇现象。虽然男主只去米勒星球造访了几个小时，但回来时发现地球上已过去了23年，这便是时间的相对性。引力越强，时间流逝的速度越慢；引力越弱，时间流逝的速度则越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无法直观感觉到这种差异，但却可以通过精密的仪器测量到它微小的区别。比如镜头中的双胞胎兄弟，各自带着原子时钟，一个站在楼下，一个站在楼上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楼上的钟会比楼下的钟快上几秒，这是因为楼上的引力相对较弱。再比如天上的导航卫星，由于处于较弱的引力场中，其时钟会比地面每天快38微秒。反之，在一颗引力比较强的中子星表面，时间流逝的速度将比地球慢上几个小时。若是在引力极强的黑洞附近，时间则会完全停止。这就是电影中的男主为什么从卡冈图亚黑洞待了几个小时回来后，地球上已经过去80多年的原因。速度也会影响我们对时间的体验。比如镜头中的哥哥开着跑车以接近光速行驶，在秒钟内他在美国各地穿梭了上百万次，而一直静静待在原地的弟弟却需要忍受数个小时才能等到哥哥归来。因此时间并不公平，不同的速度、不同的位置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时间体验。与其他好莱坞电影相比，《星际穿越》首次为观众展现了真实科学的虫洞和黑洞。在电影制作过程中，通过科学顾问基普·索恩的指导，剧组得到了定义虫洞的科学方程式，并据此构建出了数字模型，实现了图像化。最终虫洞就仿佛水晶球一样悬浮在太空中。而在以往的电影中，黑洞往往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漏斗，实际上静止的黑洞就如同地球一样是一个球形，可一旦它开始旋转，便会拉动周围的空间，就像龙卷风中的回旋气流，将所有的物体都卷进去，甚至连光和时间也不能逃脱。如果你在黑洞附近待一天回来，你会发现地球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甚至是几个世纪。而片中的米勒星球之所以会发生滔天巨浪，便是因为它离黑洞过近，就像地球受月球引力的影响会产生潮汐现象。而如果从远处的宇宙飞船上看黑洞，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，因为黑洞的引力就像相机镜头一样，能使光线弯曲形成引力透镜效应。对此，电影中有着非常真实的还原。目前人类在银河系中探测到了20多个黑洞，
但我们对黑洞内部的情况仍是一无所知。按照大多书籍的描述，如果有一个足够勇敢的人愿意进入黑洞，那他将会被潮汐力拉成一个面条。事实上，在黑洞里，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都会失效，保不准它就是连接4维和5维时空的唯一通道。在整部电影中，5维时空是最难理解的地方之一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能感知到的是一个4维时空，即3维空间加1维时间。空间有上下左右前后3个维度，我们能在里面自由地移动，但面对第4维时间，我们却只能顺着前进，不能后退。而片中的男主进入5维时空后，发现上下左右都是女儿无穷无尽的卧室，其实每一个卧室都代表了不同的时间点，也就是说，在5维时空里，时间是一种物理形式存在的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5维时空就好比一个剪辑软件，男主可以在时间线上找到女儿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每一帧画面。所以在这里，时间就如同空间一样，可以向前向后，也能向上向下。但男主并不能真正的回到过去，因为5维和4维时空是互相隔绝的。就像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个人不可能跑到一幅画里，因为一个是3维，一个是2维。此时唯一能跨越维度，沿着时间逆行的就只有引力波了。而女友墨菲的卧室在5维时空里是以粒子形式呈现的，那些流动的细线就是物质粒子形成的世界线，只要推动或波动它们，便能产生引力波，影响到3维空间的物体。最终男主使用这个方法，将量子数据全部传递给了年幼的墨菲，使他明白了如何才能拯救人类。不过在现实中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5维时空的存在。电影在这里表达的核心其实是爱，爱才是能穿越时空、穿越维度的力量。而在100年前，由于科技水平的落后，人们无法去验证爱因斯坦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，但如今他提出的许多理论已逐步被证实。而电影《星际穿越》正是以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大量的科学事实为基础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可思议却非常逼真的科幻世界。虽然片中不乏有一些猜想，但都没有超出科学上的可能性。为了确保影片的科学性，导演诺兰甚至邀请了物理学大神基普索恩来担任本片的科学顾问。影片上映2年后，基普索恩率领的科学团队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。这一发现为人类探索宇宙迈出了新的一步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真的能像电影中一样进化成一种高维世界的生物。